王之间，本来就应该只有一个人才能和他在一起。王端儿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。秋儿，谢谢你救了宇浩，我知道你爱他，爱得那么深，但我也爱他，我的爱同样炽热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不要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，就让他以为我失踪了。你好好爱他，让他把爱转移到你身上。王秋儿的眼睛突然瞪大，他的瞳孔都竖了起来。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？想动摇我的决心？做梦！话音未落，他已经冲向王端儿，黄金龙枪化为一道金光，带着强大的气势呲了过去。王端儿背后光芒一闪，光明女神蝶的双翼展开，她轻盈地飞了起来，躲避着王秋儿的攻击。两人在冰封的山顶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王秋儿的黄金龙枪如同金龙狂舞，而王冬儿则凭借着光明女神蝶的灵动躲避。突然，王端儿的左臂被黄金龙枪刺穿，鲜血喷涌而出，但他的笑容却依旧灿烂。这一枪是还你救宇浩的情，不过我绝不会放弃这场战斗，我要为了幸福而战。他的双眸突然变成湛蓝色，蝶神舞的蓝金色光芒冲天而起。王秋儿感受到强大的压力，他知道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。王端儿的声音从空中传来：秋儿，小心了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。王秋儿大怒：谁有你手下留情？只见他身体向下一蹲，紧接着整个人就已经如同一道金色箭矢般弹射而起，全身爆发出强大的气势。他的第六魂技金龙嗜血瞬间释放，整个人如同金色箭矢般冲向王端儿。这可是他的最强一击，以第六魂技对第六魂技，战斗瞬间升级。王冬儿在半空中微微停顿，紧接着无数光明女神蝶散开，他的蝶神舞登场。这可是他的杀手锏，当初连强大的古龙魂圣都差点被击溃。王秋儿也不甘示弱，第五魂技黄金龙咆哮瞬间点燃，金龙绕体而出，气势汹汹。双方一接触，王端儿的光明女神蝶如同彩蝶般轻盈地附在金龙身上，以柔克刚，化解了王秋儿的攻势。王端儿很清楚，硬碰硬自己肯定不是对手，所以他选择了用蝶神舞来压制王秋儿。这一招果然有效，金龙被光明女神蝶覆盖，瞬间变得蓝金色，气势大减。紧接着，王端儿的第五魂技光神附体也亮了起来，他的身体变得金色通透，和王秋儿的黄金龙再次碰撞。这一刻，两道绝美的身影从天而降，他们都拼尽了全力，为了幸福而战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发起下一击的时候，天空突然亮了起来，一道巨大的金色光芒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他们看到霍雨浩正在光影中拼命挣扎，一次次被击飞，却依然坚强地爬起来，朝着另一道身影冲去。王端儿和王秋儿同时惊呼：雨浩！这一刻，他们的战斗意念瞬间瓦解。王冬儿展开光明女神蝶的双翼，朝着霍雨浩飞去，而王秋儿则凭借强大的黄金龙力量迅速弹起，朝着光影冲去。可是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，将他们重新压回了冰封之上。不！王冬儿看着霍雨浩倒下，忍不住悲呼。王秋儿也紧咬牙关，再次尝试冲上去，但一切都是徒劳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平淡的声音响起：你们的对决犹豫不决，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们换成另一种方式进行选择。霍雨浩现在已经到了濒死边缘，你们谁愿意为他而死，他就能活下来。但你们记住，如果你们谁为他死了，那么他就很可能会和另一个人在一起。你们只有3秒的决定时间。与此同时，霍雨浩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脸上满是疲惫和伤痕。这已经不知道是他第多少次被打倒了。一开始，他被对手直接轰碎，那一刻，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从生到死，又从死到生的过程。那是一种让人窒息的痛苦，每一处骨骼碎裂的感觉都刻在了他的记忆里。但霍雨浩没有放弃，他咬紧牙关，一次次地站起来，继续和对手纠缠。慢慢的，他开始适应这种痛苦，甚至和对手纠缠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这种非人的折磨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洗礼。霍雨浩的眼神变得更加坚毅，每一次经历痛苦后，他都咬紧牙关，再次扑向那个恐怖的对手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精神变得更加坚韧。这种痛苦没有打倒他，反而让他变得更强大。这种痛苦的折磨，他早就已经习惯了。虽然每一次被打倒都让他生不如死，但他却能从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。不是因为他变强了，而是对手的实力在逐渐减弱。他坚持的越久，被打的就越狠。到最后，他甚至觉得还不如直接被一巴掌拍死，至少痛苦只是一瞬间。渐渐的，霍雨浩的精神也快承受不住了，整个人都变得浑浑噩噩的。他只知道要全力以赴地冲向对手，去战斗，去拼搏。终于，在不知道多久之后，他彻底崩溃了，昏倒了。而这一次，对手却没有再杀他。当他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地上，全身的伤痛正在快速恢复。他心里想着，为什么不再杀了我呢？当他重新站起来的时候，周围已经空荡荡的，那蓝金色的身影早已不见踪迹。我究竟算是过关了，还是没过关呢？霍雨浩心里嘀咕。这种非人的折磨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他
他真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疯掉。但很快，周围的金色开始变成升腾而起的光雾，一切都开始扭曲。霍雨浩眼神一凝，他感觉自己的魂力和精神力都恢复到了最佳状态。虽然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，但他心里充满了信心，甚至还有几分期待。光影闪烁，地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6边形光影，无数符号在其中流转。霍雨浩发现自己的下肢又重新冻结了，他只能坐在地上，用手臂支撑身体。就在这时，2道金光亮起，戴华彬和朱露出现在他面前。他们全身都是血污，伤痕累累，但戴华彬却依然坚强地站着，而朱露则依偎在他怀中，身体微微抽搐。戴华彬，朱露，霍雨浩惊呼出声。戴华彬抬起头，勉强点了点头。霍雨浩看到朱露的惨状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就在这时，又2道金光亮起，徐三石和江楠楠出现了。他们看起来状态不错，徐三石还是一脸得意，而江楠楠则依偎在他怀中，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。霍雨浩赶忙高声叫道：“三师兄，四师姐，你们没事吧？”徐三石看到戴华彬和朱露的惨状，也倒吸一口凉气。他立刻释放出玄武魂力，为他们清洗伤口。霍雨浩他心里默默想着：冬儿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还有秋儿，她又怎么样了？就在这时，2道金光亮起，宁天和乌风狼狈地从空中摔了下来。2人抱在一起，落地后还滚了几圈，看起来虽然有些尴尬，但好在都还活着。他们欢呼着：“没死，我们没死！”周围的小伙伴们也松了一口气。霍雨浩心里却更加着急了，他等的可不是他们，他等的是王多和王秋。已经有8个人回来了，但冬儿和秋儿却迟迟没有出现。霍雨浩的心里越来越不安，他忍不住攥紧了拳头。就在这时，3道金光又亮起，贝贝和菜头和潇潇出现了。贝贝看起来有些呆滞，眼神里透着陌生，仿佛不认识霍雨浩似的。而和菜头和潇潇则甜蜜地依偎在一起，看起来状态还不错。但霍雨浩根本没心思去关心这些，他只关心冬儿和秋儿。突然，1道光影亮起，一面光幕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光幕里是一座冰封绝地，王多儿和王秋儿正坐在上面。霍雨浩一眼就看到了他们，他忍不住大喊：“冬儿，秋儿！”贝贝也赶紧安慰他：“小师弟，别担心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”但光幕里的声音却让霍雨浩的心瞬间揪了起来。他们只能有1个人活下来。霍雨浩的拳头攥得更紧了，他恨不得冲进去，但贝贝紧紧地抱着他，低声说：“冷静，雨浩，先看下去。”光幕里，王多儿和王秋儿的对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王秋儿说：“我爱他，他应该属于我。”王多儿却说：“如果你赢了，变成我的样子去继续爱他吧。”霍雨浩听到这里，眼睛瞬间红了，他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不敢再看下去。突然，光影里的王秋儿刺伤了王多儿，霍雨浩痛苦地大喊：“冬儿！”他挣扎着想要冲过去，但光影却突然消失了，只有1道光束落在他面前。霍雨浩拼命地爬过去，他看到了让他心碎的一幕：王秋儿抱着王多儿，王多儿躺在他怀里一动不动。霍雨浩呆住了，他的眼神凝固，然后他拼命地爬过去，大声喊着：“冬儿，你怎么了？冬儿！”这一刻，他的心都碎了。大家默默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霍雨浩。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谁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。王秋儿抱着王多儿站在那里，眼神呆滞，泪水不停地滑落，滴在王多儿的身上。终于，霍雨浩爬到了王秋儿面前，他拉着他的裤子，想要去够上面的王多儿。王秋儿下意识地蹲下，把王多儿递给了他。霍雨浩接过多儿，发现他已经没有了气息，但他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，里面满是不舍和眷恋。冬儿，冬儿！霍雨浩仰天惨叫，声音撕心裂肺。这一刻，他的心都碎了。在那光影破碎之后的情形在回放，光影中的王秋儿和王多儿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：谁愿意为霍雨浩而死，他就能活下来。但同时，这也意味着成全另一个人和他在一起。王冬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自己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救了霍雨浩，但代价是自己的生命。王秋儿抱住倒下的王多儿，泪水如泉涌般流出。冬儿，你赢了。王冬儿微笑着，眼神中带着不舍和满足。他看着霍雨浩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回到现实中，霍雨浩紧紧抱着王多儿，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其他人也围了过来，贝贝蹲在他身边，紧紧抓住他的肩膀，但没有人能说出一句安慰的话。潇潇和江楠楠早已泣不成声。突然，霍雨浩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这里是乾坤问情谷，你还能复活他，对不对？求求你，让冬儿活过来。他开始用力磕头，泪水和鲜血混在一起。其他人通过后都获得了奖励，宁天、乌风、贝贝和菜头和潇潇，他们一个个都被金色光芒带走，得到了各自的奖励。徐三石和江楠楠也得到了他们的奖励。徐三石为了爱放弃了魂师的未来，而江楠楠则洗刷了心中的阴影。2人在金色光芒中消失，最后只剩下霍雨浩、王多儿和王秋儿。王秋儿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眼神空洞，而霍雨浩则紧紧抱着王多儿，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。
霍雨浩眼中的希望越来越强烈，他紧紧抱着王多儿，等待着属于他们的奇迹。他什么也不要，只要冬儿能活过来。突然，那平淡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霍雨浩、王多儿、王秋儿，你们3个皆有情缘，但真爱永远是相互的，最终只能是1对1。王多儿已死，霍雨浩，你可愿意与王秋儿喜结连理？”霍雨浩抬起头，声音颤抖着：“不，我不愿意。我只要冬儿活过来，求求你，让冬儿活过来。无论你把我怎么样，都让冬儿活过来。”那声音似乎有些生气：“死去一个人，对你们3个都好，省得有人痛苦。难道这样不好吗？”霍雨浩坚定地摇头：“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我只要冬儿，也只爱冬儿。如果你不肯让她活过来，那就把我也杀了吧。就算是去另一个世界，我也要和她在一起。”王秋儿突然抬起头，大声喊道：“死的应该是我，让我死，让我换回冬儿的命，这样他们就能在一起了。是我影响了他们，让我死吧。”霍雨浩抬起头看着王秋儿，轻轻摇头：“不，秋儿，你没有错，错的只是我，是我伤害了你们。事已至此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”那声音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霍雨浩，你希望得到的奖励是让王秋儿忘了你，忘了之前的一切，对吗？”霍雨浩点头：“是的，我希望他能忘记这些痛苦。然后，请让我们离开吧。”那声音叹了口气：“忘记有时候是一种快乐，但王秋儿，你愿意忘记吗？”王秋儿摇头：“不，我不要忘记，我宁可承受这份痛苦，也不愿忘记这段经历。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，但也是最深刻的记忆。不要夺走我的记忆。”那声音无奈地说：“爱，三角恋永远都不会快乐。好吧，我成全你们。”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照在王秋儿身上，她瞬间消失。紧接着，又一道白光落在王冬儿身上。霍雨浩能感受到这道光很温暖。一道声音传来：“王冬儿为爱牺牲自己，这份大无畏的精神值得鼓励，就准许她复活。但霍雨浩，你要记住今天的教训，谨守本心。或许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还要面对更加艰难的考验。你可明白？”霍雨浩激动得泪流满面，拼命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王冬儿的身体渐渐有了温度，呼吸也开始均匀起来。霍雨浩紧紧抱着她，泣不成声。这一刻，他觉得怀里的冬儿比全世界都珍贵。王冬儿的复活恐怕出了一些问题。那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。霍雨浩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：“问题？什么问题？”他把王冬儿抱得更紧了，生怕他会再次从他怀里溜走。刚刚还沉浸在冬儿复活的喜悦中，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，就像是一盆冷水，浇灭了他的希望。他的生命力虽然被我归拢，但却依旧在自行流逝，就像是失去了灵魂一般。但他的灵魂实际上已经被我归拢了才对。他这个问题应该是源于他自身，只不过在这次的历练中被引发了出来，这就不是我所能够管的了。你必须要另想办法，维持住他的生命才行。那平淡的声音似乎带着一丝无奈。霍雨浩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又被浇灭。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极限单兵训练让他学会了在这种关键时刻保持理智。冬儿至少还有呼吸，还有生命力，这意味着他并没有死。只要冬儿还活着，就有希望。霍雨浩突然想起了当初昊天宗宗主牛天和泰坦给他的那封密信，还有那朵神奇的相思断肠红。冬儿曾经说过，那只是考验，但说不定现在这朵仙草能派上用场。他毫不犹豫地从王冬儿怀中摸出了储物魂导器，取出那朵相思断肠红。霍雨浩毫不犹豫地将仙草塞入自己口中，几口咀嚼成汁液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汁液渡入王冬儿口中。相思断肠红的味道有些苦涩，但苦涩之中又带着一丝清甜，就像爱情，甜蜜与苦涩永远并存。霍雨浩小心翼翼地将汁液全部渡入冬儿口中，然后紧张地等待着。时间1分1秒地过去，冬儿的俏脸依旧红润，但她的身体却没有任何反应。霍雨浩的心越来越沉，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否正确，毕竟这是连乾坤问情蛊都无法治疗。就在这时，一股淡淡的芬芳从冬儿体内弥漫而出，浓郁的生命气息也渐渐从他身上释放出来。霍雨浩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他紧张地抬头问道：“可以了吗？冬儿，你给他吃的是相思断肠红吧？没想到你竟然有这种仙品草药，神秘存在，似乎也有几分羡慕。生命力充盈，已经没有问题了，但是他的灵魂却十分紊乱，这就不是外力所能治疗好的了，需要他自身的调理才有可能苏醒过来。”霍雨浩呆住了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他会一直沉睡？沉睡多久我也不清楚，要看他自己有没有能力醒过来了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，给你王秋儿、王墩儿的奖励都是魂力提升5级，去吧。不，等等，冬儿不该死的，你只是对他的考验，你应该救活他的，你让冬儿醒过来，醒过来。”霍雨浩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，他不愿意让冬儿一直沉睡。